大家好，我是平行街道的戴夫。我喜欢走路和阅读，也喜欢探究身心好状态 （wellness）。平行街道一直在真实世界的繁忙步调旁，陪伴你走过每一段滋养身心的探索之旅。今天就和我一起在韩国水源华城散步，聊聊我们为何吃太多这本书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每天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明明累到不行，肚子却突然暴走，超级想吃高热量食物，或者明明中午吃得蛮饱的，一到下午3、4点，大脑就像断线一样，忍不住想拿零食，或是偷点一杯全糖手摇饮。我们可能都试过算卡路里，吃水煮餐，啃生菜沙拉，但大多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，甚至一正常吃就瞬间复胖。每次看到体重计，真的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意志力。这本《我们为何吃太多》全新的食欲科学与现代节食迷思，看完之后我才豁然开朗，原来这根本不是我们不自律，而是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跟我们的减重目标开战。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·詹金森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的微创减重手术专家，他做过几千台减重手术，花了20多年研究为什么那么多人陷入节食、复胖的恶性循环。他结合很多临床案例、内分泌学以及进化生物学研究，帮我们揭开了现代人为什么总是吃太多，以及为什么少吃多运动常常没用的真相。这本书一出版就在国外超红，登上英国周日泰晤士报畅销榜，引进台湾后也在博客来和诚品常年霸榜。今天我们就一边漫步，一边深度聊聊这本书里我觉得最受用的精髓，看看能不能帮每天高压、久坐又常吃外食的我们解开食欲的秘密。我们减肥时最常听到的公式就是热量平衡，消耗大于摄取就会瘦。于是大家开始在 APP 记卡路里，每天算得很辛苦，午餐只吃水煮便当。但詹金森医师在书中说，把我们的身体想成简单的热量计算机真的太委屈它了。你知道吗？即便我们一天24小时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，身体光是维持呼吸、心跳、体温和细胞化学反应，就会消耗掉平日70%的能量，这叫基础代谢率。真正靠运动消耗的能量，其实只占一小部分。大脑下视丘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代谢调节器，医学上称为体重设定点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房间里的冷气恒温器，如果设定在26度，热空气吹进来，压缩机就会判命运转拉回26度。我们的大脑也是，如果它认定你的安全体重是70公斤，不管你怎么刻意少吃，大脑都会想尽办法把体重拉回去。当我们突然大幅砍热量、极端节食时，大脑接收到的讯息不是主人在努力变美，而是糟糕，大饥荒来了。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大脑会立刻发动2个绝招。第一，偷降基础代谢，让身体进入极度省电模式，基础代谢急降20%到30%，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发冷、没精神、注意力不集中。第二，疯狂分泌饥饿素，大脑会把你的食欲放大天际，让你整天脑子里全是高热量食物。书中提到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实验，叫做明尼苏达饥饿实验。当时研究人员让一群健康的年轻受试者每天只吃半饱，持续了几个月，结果这些原本心理非常健康的人，最后全部变得忧郁、焦虑，整天手里拿着食谱杂志看，脑子里除了食物什么都无法思考，连基础代谢率都暴跌。而且节食一开始让你开心的快速掉秤，其实主要是假的，因为肝脏在消耗储存的糖原时需要大量的水分，你一节食，肝脏糖原耗尽，水分跟着排出，你以为减掉了脂肪，其实减掉的绝大部分只是体液。更可怕的是，书中提到一个老鼠实验，2组老鼠摄入的总卡路里完全一样，但被反复限制饮食、被迫节食的那组老鼠，最后反而发展出了极度节约的代谢方式，体重变得更重。这就像我们凭意志力憋气，你可以憋气2分钟，但你不可能把自己憋死，因为潜意识最终一定会抢过控制权，强迫你呼吸。节食也是一样，你熬不住恢复正常吃之后，代谢已经变慢的身体会像干涸的海绵一样，把吃进去的所有热量都转成脂肪存起来，甚至把体重设定点调得更高，以防下一次大饥荒。
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说，反复节食其实是增肥的最佳方式。那我们边走边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发展出这么固执的机制？这要从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说起。作者在书中从进化医学的角度解释，人类之所以能从野生动物中脱颖而出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学会了烹饪。熟食就像是预先消化，肠道不需要花那么多能量去处理生肉和植物，肠道缩小后，节省下来的能量预算，才让我们进化出了巨大的大脑。在几百万年的猎人采集时代，食物是非常稀缺的。远古人类在野外捕获猎物时，最先吃的不是筋肉，而是内脏、骨髓和大脑，因为大脑有50%是脂肪，肝脏和内脏含有最丰富的能量。为了鼓励我们多寻找这些高能量食物，我们的舌头进化出了6种味觉：苦、酸、咸、鲜、脂肪感以及甜味。苦和酸是警告我们食物可能毒素或变质，而咸味、油腻感、鲜味和甜味，只要一碰到舌头，大脑的奖励机制就会释放多巴胺，给我们极大的愉悦感。在古代，甜味只存在于极少数成熟的水果或野生蜂蜜中，一吃到甜的，大脑就会说：太棒了，快多吃点，存成脂肪。然而到了现代，食品工业彻底颠覆了这个进化规则。现代工程师设计食物时，会专门测试糖分、盐分与脂肪的最佳比例，这在食品科学里叫做乐点。这种比例能最大程度刺激多巴胺，又不会让你产生饱足感，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现代加工食品用精致面粉、植物油、大量的糖和盐，加上食品添加剂，巧妙地模仿天然食物的口感，甚至打造出让人高度上瘾的高糖配高脂组合。这种组合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。更糟的是，我们的基因还带有节俭基因假说与表观遗传的烙印。古代那些能熬过长途航海或大饥荒的人，都是体内有极高处置效率的人。如果你的母亲在怀孕时营养不均衡或过度摄入加工食品，胎儿的基因甚至会发生表观突变，让你在出生后更容易把吃进去热量转化为脂肪。所以，在现代这个充满廉价加工食品的世界里，不是你意志力薄弱，而是你的基因和进化本能被现代食物环境绑架了。那么，具体来说，是哪3种现代生活形态把上班族的体重设定点越推越高呢？詹金森医师帮我们总结了3个最致命的陷阱。第一个陷阱，精致碳水引爆的糖分过山车。平时工作忙，早上随手拿个甜面包或吐司配果汁，中午吃个大份白米饭便当或意大利面，下午再跟同事凑一杯手摇饮。这些高度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血液后，血糖会瞬间飙升。为了救场，胰脏会喷涌出大量的胰岛素。胰岛素是人体最强烈的脂肪储存荷尔蒙，它会强行打开脂肪细胞大门，把血糖推进去塞成甘油三酯。但因为胰岛素喷得太多，血液中的血糖会随之断崖式下跌。到了早中午或下午4点，你的血糖跌到谷底，大脑警报大作，告诉你低血糖危险，快找糖。于是你陷入了吃糖、血糖飙升、胰岛素激增、血糖崩溃、急切渴望糖的糖分过山车，脂肪被锁死在细胞里，你却饿得心慌。很多人以为只要买标榜低脂的食品就没事，但作者提醒我们，低脂食品为了弥补去掉脂肪后的平淡口感，厂商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和增稠剂，反而让你摄入更多精致碳水，引发更强烈的胰岛素风暴。第二个陷阱，工业植物油与冬眠讯号，也就是 Omega-6 比例失衡。这是我觉得本书最震撼的一点。在自然界中，秋天临近，冬天快来时，植物会结出种子，种子里富含 Omega-6 脂肪酸。动物大量吃到 Omega-6 时，身体就会收到进化讯号，冬天要来了，快拉高食欲，放缓代谢，囤积脂肪准备冬眠。而现代外食便当、超商微波食品和炸物，大多使用廉价的精炼植物油，比如大豆油、葵花油、菜籽油。这些种子油让现代人体内的 Omega-6 与 Omega-3 比例失衡到了20:1，甚至更高。当你的细胞膜长期充斥着过多的 Omega-6，会引发下视丘的微发炎反应。这种发炎会直接破坏瘦素接收器，造成瘦素抗性。瘦素本来是脂肪细胞分泌用来告诉大脑我已经够胖了，
别再吃了的讯号，但在瘦素抗性的状态下，大脑就像戴了厚厚的耳塞，完全听不到瘦素的呐喊，误以为你一直在挨饿，于是源源不绝地发出饥饿讯号。第三个陷阱，慢性高压、睡不饱与酒精迷思。加班压力大，目标逼人，加上长期睡眠不足，会让压力荷尔蒙，也就是皮质醇居高不下。皮质醇最喜欢把脂肪堆在肚子上，引发内脏脂肪堆积，而且还会诱惑你吃高油高糖食物。另外，很多上班族喜欢下班喝一杯舒压。作者指出，酒精本身热量很高，1克酒精就有7000卡，接近脂肪的9000卡。而且肝脏在忙着解毒酒精时，会暂停葡萄糖的输出，导致血糖下降，引发深夜暴食，比如宵夜想吃烧烤、炸鸡。知道了这些科学原理后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无痛把体重设定点降下来呢？詹金森医师强调，我们不需要搞痛苦的生酮或极端节食，因为那会掏空肝脏能量。对忙碌的上班族来说，我们只需要微调生活中的环境讯号。第一个思考转换，把算卡路里变成原型食物优先，停止精算卡路里，改看食物品质。明天点午餐或外带时，饭或面点少有一点，多加1份蛋或双份蔬菜。早餐可以从精致面包换成鸡蛋配无糖豆浆或燕麦。下午茶肚子饿，把甜点换成一小把无调味坚果或高浓度黑巧克力。你不需要饿肚子，只需要把精致碳水换成真正的原型食物。第二个行动指南，换好油，多吃 Omega-3， 切断冬眠发炎讯号，主动增加 Omega-3， 远离加工植物油。家里的料理油换成天然黄油、冷压初榨橄榄油或苦茶油。一周选2到3天，午餐选择鲑鱼、粗鱼便当，或是草饲牛肉、羊肉。尽量少吃超商包装上写着低脂，但通常加很多糖，或者配料表超过5种的加工食品。第三个行动指南，建立15分钟的压力防线，降下皮质醇，阻止压力型肥胖。午饭后不要立刻趴回工位看荧幕，走出办公室到附近散步15分钟。晚上睡前半小时把工作讯息关掉，尽量睡满7小时。只要皮质醇稳定了，大脑就不会一直催你去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了。看完整本书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减重真的不是一场惩罚自己的苦行，而是重新学会跟自己身体温和相打交道过程。当我们停止跟身体作对，开始给它需要的营养，适度的散步与休息，体重设定点自然会慢慢降下来，我们也能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最舒服的平衡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一边散步一边听书的放松感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身边也在为工作和身材烦恼的朋友。我们下次散步见咯。